臣要告发林小娘子对三皇子有私情，秽乱后宫，罪不可赦。太后明察，臣女从未写过这首情诗，也从未与三皇子有过私情，这字迹是伪造的。婉堂，这不是你给三皇子殿下写的情诗吗？上面分明有你的落款呀。太后，我们不过情难自禁，才私下有了盟誓，一切罪责都在孙儿身上。今天是我的寿宴，竟然敢当众秽乱佛门，玷污皇室清明！太后，我愿意以侧妃之礼将林小娘子迎进府中。给我拖下去，给哀家重打30大板！一个美好人。到最后你更像在欢唱，又何妨不让放开我！三皇子殿下有令，林姑娘病重，需按时服药。抵挡我所有的悲伤，不让我自己被爱流放，困在了眼泪中央。有人吗？救命！婉堂，情诗之事是我对不起，事情被发现了，只能拿你做挡箭牌了。要怪，就怪你命不好。对不起了，林姑娘，你素来与我要好，我只能从你下手。若有来世，我定要你们血债血偿。我竟然回到了太后生辰护国寺祈福这一日。还有半炷香的时间，萧承环就要接替太后祝寿之名呈递金卷，那封伪造的情诗就要出现了，绝不能让悲剧重演。白芷，你立刻去一趟偏殿。戏台已经搭好，萧承恒、秦西河，今日就看你们怎么唱。孙儿承恒特为太祖母千秋之喜，手书经卷一卷，祈愿太后福泽鞭长。太后娘娘，方才佛前供着的经卷中，竟夹着一封往生咒。太后寿宴，竟有人偷供往生咒，这不是咒太后吗？哀家何时命人写过往生咒了？拿上来！回太后，这往生咒的落款写着“承还进贡”。儿臣不知，儿臣从未来过抄经殿，更不曾写过什么往生咒，其中必有误会。回太后，奴婢有事禀报。幸好他赶上了。说，若有半句虚言，佛前欺君，哀家绝不轻饶。回太后娘娘，刚才佛前灯华微暗，便命奴婢去偏殿，请方丈坐下的小媳妇再取一卷新抄的经卷备用。奴婢去时，正见嘉禾郡主身边的素心将一卷经文交给那小师傅，他还叮嘱说这是三皇子殿下命人备下，专为太后娘娘生辰进贡，不可耽搁。奴婢不敢妄言，那小师傅此刻就在殿外，素心姐姐也在，皆可当堂对证。胡说！佛前清净之地，你个贱婢也敢信口喷污！奴婢不敢，郡主何必动怒？白芷既说人正在外，传进来一问便知。若当真是他胡言乱语，我自会罚他。对，林婉豪，你的人自然聚集向你，正确的对阵你，到底是想查真相，还是想趁机把脏水泼到我身上？臣女不敢，只是郡主既疑白芷有私心，那便更该传爬人来问。小师傅和素心都不是臣女府上的人，总能分个明白。够了，不过传个证人，郡主便百般推阻，怎么真查不得？太后娘娘明鉴，臣女并非阻拦，只是今日本是娘娘千秋祈福的大喜日子，臣女是怕有人蓄意搅乱佛前清净，更怕污了三皇子殿下与皇家的体面。好一个皇家的体面，拿萧承彦来压我。原来郡主最先顾念的是三皇子殿下的体面，臣女还以为佛前恭经出了岔子，郡主先该担心的是太后娘娘今日祈福是否被人搅扰。
若不是你先前是携氏轻浮，处处惹人疑心，今日又怎会平白生出这些风波，可以扣上罪名？今日你也是这般，半真半假贪我一句携氏轻浮，便将我推入深渊。今日你再也休想！臣女不敢担此污名。今日之事，既牵涉佛前进贡，也牵涉三皇子殿下名声，更护御颜面。臣女斗胆，请太后娘娘彻查。可若有人借太后娘娘寿辰，于佛前经卷中动手脚，假托三皇子之名，行构陷之事，那便不是小罪了。你们越沉默，越显得此事与你脱不开干系。经卷落款是你，牵扯的丫鬟是嘉禾郡主的，我倒要看看你这层虚伪的皮还能披多久。萧承恒，你以为你不说，你我都清楚，这出戏该收场了。如今经卷既以殿下之名供于佛前，三皇子殿下素来谨慎守礼，罪之轻重，想来殿下也不会愿意此事不明不白含混过去吧。林姑娘说的在理，佛前之事自然要查清楚，只是你句句都将众人的疑心引向嘉禾，未免太急了些。若此事另有内情，林姑娘这样急于撇清自己，反倒让人不得不多想。三皇子言之有理啊！林家姑娘这般咄咄逼人，莫不是做贼心虚？好手段，三言两语便将自己摘得干净，顺手把脏水又往我身上泼。可惜我早就不是前世那个任你们拿捏的蠢货了。殿下说的是，臣女的确急。毕竟今日被经卷牵扯，被人当庭猜疑，稍有不慎便会清明尽毁的人是臣女，不是郡主，更不是殿下。郡主不过受几句猜疑，自然觉得臣女急得不合时宜。可臣女若不急，难道要等罪名落定再来喊冤吗？林婉堂，你放肆！臣女失言，只是佛前突生此变，心中惊惶，才一时说得直了些，还请太后娘娘明察。这林家丫头今日倒是个脑子清醒、口齿伶俐的。这经卷一案疑点重重，绝不简单。若不查个水落石出，今日这一殿的人出了四门，皇家的颜面何存？传那小沙弥和素心进来。好戏终于要开场，萧承轩，我看你这次还要怎么脱身？太后娘娘，偏殿里又搜出了东西。搜出了何物？是在西侧公案后的暗地里发现了一匣书签，写的尽是些肆意情词，落款之人俱是三皇子殿下。萧承浩、秦西河，前世这匣子里的情诗被你们塞到了我的经卷里，要了我的命。这一世就让它成为你们的催命符吧。念。阿深钦齿，昨日前一别，青眉间一点相会，竟比满殿金身更动人。若事成，孤当以正妃之位迎你入门，不负今日盟约。阿和，那不就是嘉禾郡主？三皇子竟然许诺郡主正妃之位，荒唐！一个皇子，一个郡主，竟然敢在佛门境地私藏这些秽乱之物！你们两个眼里到底还有没有祖宗家法？皇家的脸面都被你们丢尽了！这才刚刚开始呢，你们欠我的命，我会一刀一刀慢慢的讨回来。太后娘娘，不是的，臣女没有，这些不是。不是？那你告诉本宫，这木盒子上的阿和究竟是谁？这匣子为何偏偏藏在你方才去过的偏殿？又为何会与那卷夹带情诗的往生咒前后脚被搜出来？前世你们一唱一和，将我推入绝境时，也是这样不容我辩白半句。如今风水流转，倒轮到你们自尝其果了。这滋味，你们可得好好品尝。皇祖母息怒，情诗一事，儿臣敢对天发誓，从未做过。至于那字迹、笔记这种东西，是可以临摹仿造的。那火蜥印，只要有心，也未必不能伪造。三殿下这话倒也有几分道理。今日佛殿之中，先是有人送来夹尸的经卷，紧接着又从偏殿翻出这装满钱，请和皇祖母细查，莫要让真正设局之人借此混淆视听。
仿佛提前布置的圈套。皇祖母明鉴，这臣女当真不知这木匣从何而来，更不曾与三皇兄有半分思想往来啊！也是个可怜人，满门忠烈就剩他一个。是啊，平时看着多端庄的一个孩子，怎么会做这种事？又是孤女，又是搬出战死的父兄，每次遇到麻烦想要逃避，他就只会来这一套卖惨的把戏。臣女不过是一介无依无靠的孤女，因父兄战死沙场马革裹尸，臣女才蒙皇上恩典得封郡主。臣女怎敢忘记这份厚重恩典？定是有人嫉妒臣女，恶意陷害，求太后和皇后娘娘为臣女做主啊！林姐姐，你若是从前的一些小误会对我心生怨怼，我全都认了。可这里是佛门净地啊，今日又是为太后祈福的庄严日子，你怎能用这样下作的法子来构陷为三皇兄？林姑娘，方才你特意命婢女去寻小沙缝抄写祈福经卷，而恰巧在这个时候就在偏殿搜出了木匣。若说这一切与你全无干系，只怕是未免太巧了些吧。这正是他最可怕、最虚伪的地方，从不大声疾呼，也不轻易失态，只需将疑心轻轻一点，便足够让旁人替他玩。可这一世，我绝不会再给你任何机会。太后娘娘，臣女有话要回。你说。刚才奴婢白纸所言，殿中诸位夫人皆已听得清清楚楚。臣女命人去请小沙弥添祈福经卷，本是因为看见佛前供灯摇曳，唯恐有闪失，惊扰了菩萨，这才临时起意。之会从偏殿搜出什么装满情诗的木匣，臣女不过是个区区闺阁女，怎不出二门不迈？难不成还能未卜先知，算出殿下的风流艳事？倒是三殿下刚才那一句太巧了，臣女心中实在是有些不明白。今日佛殿之中，先是从供收经卷里搜出了夹带的验尸，随后又查明那经卷先前是经由嘉禾郡主身边的贴身丫鬟送入佛前，如今偏殿里再次翻出写给郡主的亲笔情诗，这一桩桩一件件铁证如山。三殿下遇到此等秽乱佛门时，不先反思己过，自证清白，反倒急不可耐地将疑心引到臣女身上。还是说，殿下比在场的所有人都清楚，这木匣里的东西若是真的一件件往下细查，最后牵扯出来的恐怕就不只是今日佛前私通这一桩丑闻了吧？满殿的命妇，哪一个不是在后宅权谋里摸爬滚打多年的人精？王子与手握兵权旧部的郡主私定将来，这是宗室绝对不可触碰的逆鳞。私情事小，私结兵权，暗谋势力势大。萧承翰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儿臣绝无此等大逆不道之心，儿臣斗胆，请求立刻验字。准。启禀太后娘娘，奴婢刚才奉命去偏殿继续细细搜查，在佛龛后头的缝隙里还发现了这个东西。拿上来！是什么东西？敢在本宫面前遮遮掩掩？这不是我的，那帕子根本不是我的，一定是有人偷了我的东西，是有人故意陷害我。你们是早就谋算好了，偏偏挑在今日佛前发作，你还有脸提你战死的父兄？有你这样败坏家门的女儿，他们若是泉下有知，早就羞愧而死。来人！微臣在。三皇子失德无当，嘉禾小主秽乱佛前，各杖20，以儆效尤。太后娘娘，臣妾真的知错了，求你们开恩啊！皇祖母，此事若有不妥，儿臣甘愿领罚。只是嘉禾郡主到底是女子，身子骨弱，杖责20未免太重。若当真无情无私，
三皇子又何必在这时候还要护着他？你倒知道怜香惜玉，方才攀咬邻家姑娘时，怎么不见你有半分分寸？传太医。如何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回太后娘娘，郡主她并非惊厥，吞吞吐吐作甚？说！郡主儿时已有近2月身孕，胎气未稳，绝不可受刑，否则恐伤及腹中骨血呀！怎么会这个时候被诊出来？你说什么？未婚先孕，还是郡主与皇子？这已不是师德，这是把皇室的脸面扒下来，狠狠踩进烂泥里。好一个嘉禾郡主，怪不得方才三皇子急着替他开脱，连证词都舍不得。郡主何必？原来肚子里早就有了见不得人的东西。不是的，太后娘娘，臣女没有。郡主方才不是还哭诉，是我行为不检，私藏情牵，才惹出这场风波吗？如今看来，真正与人私通珠胎暗结的人，原来不是我。林婉和，你够了！三殿下是在教训臣女，臣女不过是陈述事实。难道殿下为了包庇真正秽乱佛子的人，还要将这口黑锅强扣在太傅府头上吗？都给哀家闭嘴！嘉禾既然已有孕在身，那原本的杖责便先免了。至于三皇子，德行有亏，私德不修，今日起回府闭门思过，没有旨意，不得踏出府门半步。其余罪责交由皇帝自由定夺。慎刑司杖责20，仍照打不误。儿臣，你还敢开口？若不是看在你身上还流着天家的血脉，今日便不是这区区20杖这样简单。你若再敢多言一句，罪加一等。嘉禾举止放荡，即日起剥夺郡主封号。若孩子真是三皇子亲生骨血，那我便成全你们。先皇子不成全。娶一个声名狼藉，在佛前闹出滔天大吵的女人为正妃，这简直是把我皇子的体面踩在脚下摩擦。你不过是本王手里的一步棋，这会儿没用了，自然该死。萧承恒被人当作棋子赊弃的滋味，你才刚刚开始。嘉禾，你最好不要用肚子的孩子来欺骗我。来人，把他们2个都给我拉出去！小姐，您可算出来了。方才奴婢在外面听着里头的动静，真是大快人心。大快人心？这算什么？这只是个开头，足够让流言在京中发酵。接下来就看他们如何狗急脱墙了。唐儿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你可知道宫里消息一传出来，我这颗心都快跳停了。那样的场面，若一个不慎，你让母亲怎么活？母亲别哭，女儿这不是安然无恙的回来了吗？前世我轻信他人，落得惨死，连累家族蒙羞。今生我还有如此疼爱我的父母，有太傅府做后盾，我绝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你们分毫。好一个三皇子，竟敢当众构陷我林家的女儿！父亲息怒，
他把我们太傅府当成了什么任人踩踏的泥石？岂容他们这些利欲推心之辈拿来这般作践？今日之事，你能全身而退，是你自己沉得住气，也是那孽障多行不应必自谤。只是晚唐，你涉世未深，往后再入宫中再见这些人，更要多留一个心眼儿。女儿谨记父亲教诲，定不会再给他们可趁之机。娘娘恕罪，夫人已备下香茗，娘娘快请。这是宫里的车驾吧？好大的排场！哎呦，听说这是淑妃娘娘亲自来了，这钱财可不好拿啊！这怕是来兴师问罪的吧？林夫人，这几日京中风言风语，说的极是难听。恒儿与那秦西河虽有错，可你们家婉华是不是也太得理不饶人了些？娘娘此言差矣。当日在佛殿，是三皇子与嘉禾郡主联手，欲将秽乱佛门的死罪扣在我家堂儿头上。堂儿不过是自证清白，何来得理不饶人的说？自证清白，他那是把皇室的颜面往地上踩。本宫今日屈尊来太傅府，就是为了平息此事。你让林太傅去太后面前上一道折子，就说那日的事都是误会一场，只要你们林家安分守己，本宫做主。等恒儿娶了正熙，留个侧妃的位置给婉堂。这也算是全了你们林家的体面。娘娘的好意，我太傅府高攀不起。我林家的嫡女，绝不会给人做妾。放肆！本宫这是给你们脸面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臣女给淑妃娘娘请安。外头那些东西，便算作本宫给你压压惊了。娘娘这话未免轻了些。此事不是已经查明跟臣女并不相干吗？你倒是个伶牙俐齿的，怎么？本宫方才的话你听不懂吗？一个女儿家名声都闹成这样了，还想要什么清高？娘娘说笑了，臣女不过是蠢笨了些，只想活着罢了。林夫人，本宫今日肯来是给你们太傅府体面，若换了旁人，得罪了皇子，冲撞了宗室，本宫连看都不会看一眼。娘娘慎言，我女儿。若臣女那日不聪明些，没有查出那情事和有孕之事，此刻娘娘赏下的项铃，只怕就已经送进我林家的祠堂了。你竟敢诅咒皇家！臣女知害人者人恒害之，娘娘若真为了三殿下好，还是多管教管教她，少走些下三滥的弯路。好一个太傅府，你们给本宫等着！母亲，莫要为那些不相干的人气坏了身子。婉堂，淑妃今日这样回去，受了奇耻大辱，只怕心中怨恨更深。皇家之人最重颜面，也最记仇。咱们林家今日为了护你，落了他的面子，他绝不会善罢甘休。母亲放心，女儿心里有数。他若敢再来，女儿也绝不退让半步。你这些日子若无要事，外边风言风语多，切莫再给他们可乘之机。女儿记下了，母亲别太操劳。事情绝不会就此平息。淑妃暂且按兵不动，但秦熙和那条被逼入绝境的疯狗，怕是早就按耐不住要咬人了。姑娘，奴婢按照您的吩咐去外头打听到了。我说不，秦姑娘，自他被太后弑夺封号后，因与三皇子的婚事尚未正式过门，皇家嫌丢人不去接，便先安置在他生母旧族秦家的宅中。外头如今谁还认他郡主的身份？奴婢听说他这几日在秦府里的处境可是极其难堪呢。这倒并不意外，前世你高高在上，将我踩在脚底，今生没了封号，声名临极。在秦家寄人篱下，他那般骄纵的心性如何受得了？姑娘说的极是，他那脾气哪能咽下这口气？滚！都给我滚！姑娘息怒，姑娘当心腹中的小主子。
千万熬过这几个月，进了三皇子府，您就是名正言顺的皇子妃啊！皇子妃，殿下如今连见都不愿见我一面，淑妃更是视我如眼中钉。都是林婉寒，若不是那个奸人，我怎么会沦落到今天这个下场？我绝不会放过他！我要他死，我要他身败名裂！奴婢听秦府下人倒苦水，说他在房里打骂了丫鬟，连乳母都挨了责罚。他近来常在房里哭，还咒骂说，若不是姑娘您，他何至于落到今日这步田地？可越是被逼到绝路上的人，越容易做出狠事来。白芷，奴婢在。去派人死死盯着秦宅，再查查他那位乳母近来与什么人来往，买过什么东西。姑娘是怀疑他还要做妖，他若肯安分待嫁也便罢了，他若还想伸手，那就把他的手彻底砍下来。姑娘，这是老奴花重金从黑市寻来的西域迷香。那卖药的说，只需指甲盖大小，混在香囊里，人只要吸入半克中，便会浑身酸软，失去意识，任人摆布。好极了，林婉珊，你毁了我，我也要让你尝尝被千人指万人骂的滋味。把这降囊连同我生辰宴的请帖一并送到太傅府。若是他不肯来呢？他自诩清高，又仗着太傅府的事，我帖子上写的情真意切，要在宴上当众向他赔罪。他为了博个大度的好名字，必会敷衍。姑娘，这是秦宅那边递来的帖子，说是秦姑娘出嫁前想同您见营，信口赔罪。赔罪？那送帖子的婆子还特意说是秦姑娘杨太师亲手做的，费了不少心思。奴婢总觉得蹊跷，这香囊会不会有什么问题？这个味道，婉堂，这香气虽淡，却能迷人心智，乃是下作之物，你可要注意些。若不是我幼时随外祖母学过变香，又在藏书里见过类似的方子，寻常人还真察觉不出异样。姑娘，这香里有毒，是旧时一类迷香的变方，单闻时并不在于惊惧寒气、气雨，顶多让落水之类的激变，便极易令人手脚发软，气息不济，连呼救都难。他竟敢！为何不敢？他如今最恨的人是谁？你还看不出来吗？佛殿一事后，他失了封号，失了颜面，连最后一块遮羞布都没了。纵然凭着肚子里的那块肉硬挤进三皇子府，今后要受多少青墨白眼，他心里比谁都清楚。而我，就是那个亲手把他从云端拽下来。他如今最想要的，不只是入三皇子府的名分，更是要把我这个知道他底细又几次坏他好事的人一并除掉。若我死在秦家的宴席上，他自可推说是我体弱失足；若我侥幸不死，只要有人看见我配着他送的香囊，又独自跌进后园深湖，他照样能将自己摘得干干净净。那姑娘还去吗？这分明是场鸿门宴。去，为何不去？他既把戏台都搭好了，我若不赴，反倒显得心虚怯场。更何况有些账总要当面算才痛快。到底是不光彩的事儿，竟还有脸办送嫁宴？嘘！太傅府林姑娘到。婉堂，我还怕你还在生我的气，不肯来呢。到了这般田地，竟还装得出这副楚楚可怜的模样。秦小姐盛情相邀，我怎好不来？过去皆是我一时糊涂，今日你我只当把话说开，往后也少些戒心，可好？秦小姐说的是，往后的日子还长，确实该好好把话说开。快请入席吧，
今日特意备了你爱吃的茶点。晚堂，秦小姐可是有哪里不是？我近来总是梦魇，夜里睡不安稳，心里慌得很。府里的老嬷嬷说，后园灵湖那株老桂树最是灵验，若能在树下挂个平安香囊，定能保孩子安稳。晚堂，你从前最会配香，不如你陪我一道去后园走走吧。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。好啊。姑娘，奴婢陪您一起去。不过是去挂个香囊，我和你家姑娘说几句女儿家的体己话罢了。在这自己家里，何须这么多人前呼后拥的跟着，倒显得我们二人身份到底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。说些私房话，丫鬟跟着确实不便。可是若执意待人，反倒成了我心胸狭隘。他这以退为进的戏码，唱的倒是不错。白芷，既然秦小姐想与我单独叙旧，你便留在这里等我。是，姑娘。那我们走吧。原来还安排了帮手，鞋上沾着湿泥，显然方才就在湖边踩过点，正等着随时出来将我推下去呢。林晚堂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得意？你把我害到今天这个地步，让我身败名裂，笑柄，我肚子里怀着皇血，却只能像个见不得光的贱妾一样被抬进三皇子府。而你呢，你却依旧高高在上，依旧是那个清清白白的太傅嫡女。所以呢，你处心积虑把我引到这里，就是为了向我抱怨你的报应吗？报应？你既然带了我送的香囊，就该知道，今夜谁才是遭报应的那个。去死吧，林晚堂！你怎么会？你是不是在等着香囊里的迷香发作？秦西河，你这脑子永远都只配玩这些上不得台面的阴狠手段。姑娘，您在哪里？天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诸位夫人来的正好，秦小姐的这番赔罪大礼，晚堂实在无福消受。借祈福之名行杀人灭口之事，这便是秦小姐的姐妹情深。诸位夫人小姐且看仔细了，这香囊里被人下了极为歹毒的迷香。迷香，这可是光天化日之下。我家姑娘赴宴前便察觉这香囊气味有异，是以一直收在袖中，未曾佩戴分毫。秦小姐，若不是你存心害人，又何必巴巴的送这样一只催命符来？你个贱婢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好心赠香囊，怎会下毒？你这老刁奴，鬼鬼祟祟的，定然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脏东西。冤枉啊！老奴只是路过，脚滑掉入水中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哎呦，冤等了好给吧！
连内裤的印记都在呢，这还能抵赖？你借赔罪之名邀我赴宴，送我迷香，诱我独自来后园，在这偏僻的湖边设下帮手。若我方才不曾防备，此刻跌进这深不见底的湖里，便是我了吧？秦西河，当真以为此次赴宴我还蠢到对你毫无防备吗？你以为我还是前世那个天真可欺的林婉商吗？你总以为自己握住了旁人的命脉，便可肆意拿捏。可惜，刀若磨得太利，最先割伤的往往是问刀的人。是他，是林婉堂推我，他嫉妒我怀了三皇子的骨肉，心生歹意，想趁四下无人将我推入湖中，你们不要被他骗了。秦小姐这倒打一耙的本事，倒是越发炉火纯青了。可惜在场的诸位夫人小姐都不是瞎子。我家姑娘跟着你来后园时，奴婢便觉得不对劲，特意带着两个婆子悄悄跟了上的一切。我们3双眼睛看得清清楚楚。你们是林家的奴才，自然帮着主子说话，你们的证词算什么？张家姐姐、李家妹妹，方才你们一直在对岸的游廊上赏花，想必也这边的情形尽收眼底了吧？我可是看得真切，分明是你自己先动的手，明明就是你先推搡的。哼，原来是这样，真是恶心！这么多人都亲眼看着，是你将我单独引到后园，也是你先动的手。如今你空口白牙的攀扯我，总要拿出证据来。证据？林婉堂，你还有什么证据？若不是你处处逼我不肯善罢甘休，我怎么会落到今日这一步？天哪，他这是自己承认了。秦西河，你终于自己把底牌掀开了。不是的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不过是想同婉堂妹妹赔罪，想替我腹中这苦命的孩子求个平安啊！是你非要揪着过去不放，要我抢了三皇子，恨我如今还能入皇子府，所以才故意用言语激怒我，害我失态的，对不对？装模作样，令人作呕。呸！收起你那套假惺惺的做派吧。秦小姐既说自己是诚心来祈福赔罪的，那不如先跟大伙儿解释解释，这象囊里掺的到底是什么催命的玩意儿？可否让老身一观？错不了，这是江湖上下做的迷香，剂量之大，闻之便能叫人手脚瘫软，任人宰割。竟敢在自家府邸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简直丧心病狂！若是真中了招，清白名声可就全毁了。我不知道，这不是我做的，肯定是有人要陷害我。不是你做的，今日这鸿门宴的帖子是你亲笔写的。这藏着魔香的香囊是你随帖子一同附上的，这四下无人的后园是你借故支开丫鬟亲自带我来的，就连这个藏在假山后随时准备将我推下水的婆子，都是你乳母昨夜从外院悄悄调进来的。秦西河，物证人证俱在，你如今轻飘飘地说一句不知道，你问问在场的诸位，有谁会信？老实交代，到底是谁指使你的？再敢有半句虚言，立刻扭送京兆尹大牢，大刑伺候！我说，老奴全说是秦小姐的乳母吩咐老奴的。乳母给了老奴50两银子，让老奴躲在假山后，只等林姑娘中了迷香，脚下发软，便趁乱冲出来，将她推入湖中。他还说，若是人救不上来，便对外宣称是失足落水，便是命大救上来了。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在宴席上落水失忆，被家丁摸了身子，名声也就全毁了呀。老奴也是一时糊涂，大奴前这哪里是什么可怜人？这分明是一条被逼急了便要反咬一口的毒蛇，太可怕了！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怨，竟要毁人清白，要人性命。以后绝不可与这种蛇蝎毒妇来往。你胡说！你这个吃里扒外的老狗！我何时吩咐过你？分明是你们收买了他，反过来栽赃陷害我！你这个贱人，我要撕烂你的嘴！不自量力！我要撕烂你的嘴！三皇子驾到！这是怎么回事？
好好的宴席怎能闹成这副体统全无的模样？殿下，您终于来了！你要为西洋做主啊！林婉堂他仗着太傅府的事，不仅收买刁奴栽赃我，还想谋害你未出世的骨肉啊！这个蠢货，这都还能被人当场抓个现行，证据确凿，竟还想把本王拉下水。如今满城权贵家眷都在此，若本王护着他，岂不是成了指使他杀人的同谋？三殿下来的真是时候，秦小姐正愁着下座的迷香害局发收场，殿下这尊大佛便赶来替她撑腰了。你这个心如蛇蝎的毒妇，本王念你腹中有皇嗣，才对你一再容忍，谁知你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用迷香这等下作手段，妄图谋害太傅千金！你还不快给林姑娘道歉！殿下，你说什么？你要我向他赔罪？事实俱在，迷香和推人皆是你一时糊涂所致，你还不赶紧向林大姑娘认错？此事若传扬出去，你让皇家颜面何存？赔罪！殿下如今倒说得清楚，若不是你默许，我一个弱女子哪来的胆子敢动太傅府的嫡女？这话可不能乱说呀！秦希和，你失心疯了吗？你胡言乱语什么？我胡言乱语，若不是你说，只要除了林婉堂，林家便再没旁的选择，我又何必冒这样的险？你明明知道我恨他，你也恨他不肯顺从你，所以你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由着我动手。如今出了事，局没做成，你倒想把自己占得干干净净，做梦！原来如此，前世那些越传越烈，无中生有却偏偏能逼死我的流言，从来都不只是一人的手笔。你果然也有份。今日之事，实在令婉堂大开眼界。三殿下，今日之事关乎我太傅府的名节与生死，若三皇子不能给林家一个交代，那明日我便亲自击鼓进宫，请皇后娘娘与陛下亲自主持公道。这可是要捅破天啊！可恶！不行，我要彻底失去储君之争的资格，连我的母妃淑妃也会被牵连，打入冷宫。林大姑娘息怒，今日之事完全是秦希和一人所为，与本皇子毫无干系。诸位夫人小姐都看在眼里，分明是这毒妇因私怨生恨，暗中设下迷香局谋害林姑娘。如今事情败露，她走投无路，便如疯狗一般胡乱攀咬，妄图拖本皇子下水，替她自己脱罪。难道诸位真的要信一个情绪失控、满口疯话的疯女人吗？好一个舌灿莲花的三殿下，这般薄情寡义、翻脸无情的做派，真是让人叹为观止。疯女人攀咬，原来在殿下心里，我只是一个随时可以推出去顶罪的疯女人。你本就心术不正，休要再多言，还不赶紧向林大姑娘磕头认罪！萧成豪，你少在这里装什么清高？我做的哪一件事情不是你暗中授意的？他说过，只要毁了林婉堂的清白名声，太傅府就再也没有退路，只能乖乖站到他三皇子的阵营里，任他驱使。逼迫清流重臣站队，结党营私，私谋朝局，这可是株连纵族的杀头大罪。他还说，只要林婉堂出了事，太傅府也会跟着名誉扫地，彻底倒下。住口！你这贱妇，竟敢当众污蔑当朝皇子！诸位莫要听他满口胡言，他这是失败被抓，狗急跳墙，故意攀咬本皇子。他与我说这些阴毒计划的时候，可不是这副大义凛然的嘴脸。你利用我，榨干我，如今出了事，就想拿我当替死鬼。我告诉你，没那么容易，要死，大家就一起死。这就对了，狗咬狗的戏码，就是要咬得鲜血淋漓，见骨头才算精彩。你简直丧心病狂！本皇子清清白白，岂容你这般血口喷人，污蔑皇族？可是殿下别忘了，我这腹中怀的可是你的亲骨兽，是皇家的子嗣。当初你哄着我替你做这些下作事时，明明答应过我，只要事成就会给我一个体面，让我风风光光坐稳三皇子正妃的位置。
如今大难临头，你就想过河拆桥，把我一脚踢开？萧成河，你做梦！萧成河，你不是人！你若再敢当众胡言乱语半句，败坏皇家名声，本皇子立刻拔了你的舌头！好极了！既然殿下死活不认，既然殿下觉得我是在胡言乱语，那我们就一起去御前，去陛下面前，把所有的账一笔一笔的算清清楚楚。我倒要看看，陛下究竟是信你这个满腹阴谋、算计重臣的皇子，还是信我这个肚子里怀着皇室骨血的御夫？这便是所谓的深情厚谊，到了绝境，谁也顾不得谁，转眼便碎得一干二净。小姐，他们这是狗咬狗了。不过是一群自私自利的跳梁小丑罢了。父亲，误会，这就是三殿下与嘉禾郡主的体面吗？太傅大人，此事有误会，是这毒妇构陷本王。你毁我女儿清白，坏我林家门风，桩桩见起一句误会能掩盖的？备车，老夫便要入宫，亲自将这折子递到御前，求陛下一个公道。太傅大人，使不得，万事好商量。戏台已经搭好，两位，咱们御前见。混账东西！你自己看看你干的好事！父皇，这是污蔑，是有人蓄意伪造，儿臣冤枉啊！冤枉！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父皇明鉴，儿臣只是一时糊涂，被齐信和这个毒妇蛊惑。儿臣对林家小姐是真心的。陛下，若三殿下的真心便是毁人清白、断人退路、逼人去死，这种手段比烂泥还要脏。你听听，简直丢尽了皇家的颜面！结党营私，图谋皇位，你眼里还有朕这个父皇吗？儿臣知错了，父皇饶命！传旨。三皇子萧承汉是图谋败行，即日夺去封号，废除御敌，贬为庶人。父皇，儿臣真的知错了，儿臣对晚上是真心的。淑妃教子无方，干政乱纪，即日幽禁冷宫，没有朕的旨意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奴才遵旨。至于嘉禾郡主，未出阁便与人私通，谋害朝臣嫡女，罪不容诛，给朕押下去，听候发落。罪女秦氏私通失德，构陷人命，即日起辟夺嘉禾郡主封号，杖责40，发配北地充作官奴，终生不得回京。官奴？不，我是秦家的嫡女，我是郡主，我要见我祖母。秦氏，老夫人发话了，你做出这等辱没门的丑事，从今往后，你与秦家再无半点瓜葛，你是死是活。不，你们不能这么对我，你们让我做他嫡姐的官奴，不如直接杀了我。小姐，北地传来消息，秦氏昨夜冻死在马棚里了。还有宗正寺那边，萧承汉被废了，如今连门都出不了。知道了，这一世，一个被废圈禁，生不如死；一个沦为低贱官奴，受尽凌辱，冻死荒野。这就叫报应。他们欠我的，我一笔一笔全讨回来了。